我的妈，家人们快来看点哈人的东西！今天这部剧怎么说呢？它完美的诠释了傻子叫开局即巅峰，全程绷不住。我看完之后是 emo 了，整整3天，感觉脑干都被编剧的离谱剧情给 CPU 了。故事一开始，我直接好家伙，女主小珍珠正给自个儿的娃安迪办后事，气氛那叫一个悲痛。但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一个西装男递过来一份文件，说3天后会把安迪送到珍珠酒店的婚礼现场。小伙伴们可以把离谱打在弹幕上了。啥子操作？参加婚礼还带随身经验宝宝的。更逆天的还在后头，旁边的吃瓜群众一脸懵逼的问：这是谁的婚礼呀？小珍珠眼含热泪，用一种老娘要开大了的表情告诉他，是孩子他爹的，他要跟别人结婚了。我特么也惊呆了。送儿子骨灰盒去砸前夫的场子，这不比博人传染，这不比嘎子偷狗带劲。我当时就觉得这剧的槽点指定少不了。镜头一转，时间回到5年前，原来咱们男主艾文是瓦罗兰大陆首富里德家族的唯一继承人。懂的都懂，这种 YY 网文人设通常都会附赠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 debuff， 外加一个为了爱情放弃亿万家产的恋爱脑。果不其然，他为了和小珍珠在一起，宁愿窝在贫民窟里咳血，也不愿回家继承他的王位。他家里人一看这啷个行，于是派人来传话，只要你跟这女的分了，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立马安排。而我们伟大的女主小珍珠在偷听到这一切后，圣母心直接泛滥。她觉得自己耽误了男主，为了让他活下去，她决定演绎出我是拜金女我嫌你穷的年度大戏。她挺着大肚子，对着冰秧子艾文就是一顿输出，说啥你的病治不好了，你死了别拉上我之类的下头话。艾文他真的我哭死，就这样被心爱的女人抛弃，含泪回归豪门。有一说一，到目前为止虽然土，但也没啥太出格的操作。然而当我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霸总追妻火葬场时，编剧用他那比我脸还大的脑洞告诉我，骚年你太年轻了。5年后，艾文摇身一变成了真霸总，身边还多了个白富美未婚妻任小姐。而我们的小珍珠因为儿子安迪得了重病，急需50万救命，没办法，她只能去找前男友艾文。好家伙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艾文一看这前女友，瞬间开启了下头男模式，觉得他就是回来捞钱的。他一边嘲讽，一边用钱砸人，说给你100万，从此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这还没完，他那个心机未婚妻更是重量级，嘴上恭喜恭喜，背地里直接给了小珍珠一张空头支票。这波操作堪称致命空大，直接导致医院因为得罪不起里德家族，拒绝救治安迪。我看到这头都快裂开了。一个家族企业还能对全城的私立医院下命令，这业务范围比某团外卖都广啊！可怜的安迪就这么成了剧情的牺牲品，一个合格的经验宝宝，在推动完奶奶被车撞，我舍身相救的主线任务后光荣下线。儿子没了，小珍珠彻底黑化，他觉得是艾文和他的家族害死了安迪，而咱们的艾文总呢，对这一切毫不知情，他还在自己的霸总世界里疯狂输出。他误以为小珍珠拿钱去养了别的野男人，在会所里看到卖酒的小珍珠，他更是妒火中烧，用钱逼着他一杯杯的灌酒，甚至一脚踩碎了安迪生前送给妈妈的项链。我真的绷不住了，这哪是霸总啊，这简直是反社会人格啊！紧接着他看到小珍珠给野男人的孩子买玩具，醋意大发，直接动用里德家族的力量，禁止瓦罗兰大陆所有商家卖东西给他。看到这里，我强烈建议将此情节纳入初中思想品德反面教材。最后他甚至冲到小珍珠家，逼她跪下承认自己是拜金女，是贱人，满足了他那可悲的报复欲后才扬长而去。终于来到了全剧最高能的婚礼现场，就在司仪问艾文是否愿意娶任小姐时，小珍珠带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闪亮登场，全场宾客都傻了，艾文也懵了。小珍珠含泪表示，这是他们的儿子安迪，他带他来见爸爸最后一面，跟他做个体面的告别。紧接着，那个送文件的西装男再次出现，拿着签收单，一脸严肃地对艾文说：里德先生，这是您的儿子安迪，请签收。我的妈，签收，这特么是生鲜快递吗？还带货到付款的。看到这逆天的一幕，我已经分不清编剧和导演到底谁更疯狂。现在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的感受打在弹幕上了，反正我是已经笑到打不出字了。